他在风暴中低声说出对不起，没人想到这句话竟改变了一切。风暴之下，夜色如墨，城市的霓虹在细雨中闪烁，像是无数双窥探的眼。闪光灯在街角骤然爆发，鱼龙的世界被撕开裂缝。那张照片，他与一位陌生女子的亲密合影，如同一场无声的爆炸，在网络上掀起惊涛骇浪。短短几个小时，他的名字冲上热搜，评论如火，流言四潮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真诚？当杨咩咩举起手机，眼神中夹杂着愤怒、怀疑与心碎，于龙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那只是一场普通的工作合影，可在这个快意评判的时代，真相往往是最脆弱的东西。那一夜，城市的灯火璀璨，而他的心坠入无底的深海，沉得几乎无法呼吸。黎明的阳光刺破窗帘，像是在提醒他，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可噩梦还未醒。手机不断震动，通知声此起彼伏，现实的冰冷从指尖渗入骨髓。他没有点开评论，只是凝视那张照片良久。那笑容专业自然，却在他人眼中成了暧昧的铁证。他轻声说，他只是合作演员而已，声音微弱，几乎被空气吞噬。他知道这个世界更爱想象而非真相。镜中的自己眼底布满血丝，那一刻他第一次体会到沉默有多沉重。窗外阳光灿烂，而他心里下着雨。杨咩咩没有再联系他，他的沉默像一堵冰墙，将他们隔成两个世界。他拨通电话，却被一句冷淡的我需要时间堵在门外。那一刻，于龙突然明白，比起公众的误解，更致命的是最亲近的人选择怀疑。回忆如潮，那年他们一起在街头吃串，在沙发上相拥，在午夜的屋顶看星星。他曾笑着说，我不怕别人误会，我只怕你不解释。他低语，我以为解释没用。他哭着回应，对别人没用，对我有。那一刻，他明白了，爱不是沉默，而是愿意为对方说出心底的真相。网络上的新闻标题如毒藤般蔓延，于龙疑似隐瞒恋情，陌生女子身份曝光，疑似不忠，网友怒斥偶像形象崩塌，评论像刀，一句句刺在心上。有人骂他虚伪，有人骂他装模作样，世界似乎都在指责，而真相被淹没在愤怒与八卦中。于龙合上手机，长叹一声。他不敢再去看那些文字，因为每一条都像是在撕裂他的尊严。他没有发声明，因为他懂得，在这个情绪主导的世界里，越解释越会被淹没。于是他选择沉默，一种带血的沉默。发声明吧，于龙，老刘叹气道，至少表明态度，不然伤得更深。于龙盯着茶几上的手机，苦笑，他们想信什么，就会信什么。老刘拍了拍他肩，不发声就等于默认。于龙沉默了片刻，我怕的不是网友不信，是他不信。这句话让老刘无言。7年来，他见过无数舆论风暴，可从没见于龙如此憔悴。他曾是那个不怕流言的硬汉演员，如今却被一个眼神，一句我需要时间，击得支离破碎。光环下的他，不过是个有血有泪的普通人。那天的拍摄是一支公益短片的最后场景，导演希望演员在夕阳下自然靠近，象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暖。拍完后，女演员笑着说，我们合个影吧，谢谢你的配合。于龙微笑着靠近，阳光恰好照在他们脸上，温柔的像梦。快门声响起的那一刻，没有人知道，这张照片将成为舆论的导火索。几小时后，它被人上传、转发、评论、推测，从光与善意中变成了罪与背叛的象征。于龙看着那照片，心如刀割，却无力辩驳。深夜，灯光昏黄，他独自坐在阳台，风从窗缝钻进来，冷得刺骨。他一遍遍回想着那张照片，想着杨咩咩的眼泪，心口像被压着千斤石。他问自己，我做错了吗？是错在拍那张照片，还是错在太相信人性？窗外的霓虹模糊成泪光，他拿起手机，又放下。那一刻他明白，有些解释不是没用，而是没人愿意听。
真正的孤独不是没有人陪，而是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淹没在噪音里，化为虚空。几天后，老刘转来一封邮件，发件人写着无名观众。我看到新闻也生气，本来想骂你，但看了你过去的采访，我想说，别太在意别人怎么说。你演的角色让我相信，这个世界仍有温暖。短短几行字，于龙却看了很久，他的手指颤抖，泪水模糊了屏幕。原来在骂声与嘲笑之外，仍有人记得他的努力。那封信像一束光，穿透雾霾，照进他心里最阴暗的角落。那一刻，他忽然懂得，不需要所有人理解，只要一个人相信就够了。那天下午，他们约在那家老咖啡馆，空气里飘着熟悉的咖啡香，桌上2杯拿铁，一冷一热，仿佛他们此刻的心。沉默很久，杨咩咩终于说，我知道那只是照片，但我太害怕失去你。他的声音颤抖，却坚定。于龙抬头看着他的眼睛，眼底闪着泪光与感激。谢谢你还愿意来，他说。这句简单的话却让他眼眶发红。他们没有拥抱，只是安静的对视。那一刻不需要言语，彼此的心已重新靠近。几个月后，于龙回到片场，面对记者的追问，他只是微笑，谢谢关心，我们都很好。他的语气平和，神情坚定，那笑容不再是防御，而是释然。他学会了，不需要每一次都证明清白。生活不会因为风暴而终止，反而会在风暴之后更明亮。那天拍完戏，他一个人站在空旷的片场，看着夕阳洒在镜头上，他终于明白，真正的成长，不是被误解时的愤怒，而是学会带着伤口继续前行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主持人问他，那场风波改变了你吗？于龙沉思片刻，轻轻一笑，他让我明白3件事，沉默不是懦弱，解释不是讨好，不要让世界定义你是谁。全场寂静片刻，随后掌声雷动。镜头前的他目光坚定，声音平稳。他不再是那个被流言压垮的人，而是一个能在阳光下微笑的灵魂。那一刻，风暴已远，而他的心终于重获自由。深夜，他再次打开那封无名观众的邮件，回复道，谢谢你，是你的信让我坚持。写完后，他关掉电脑，走到窗前。夜空深邃，星光闪烁，微风轻拂脸颊。他微笑，不再惧怕黑暗。人生就像这夜色，纵有阴影，也藏着星光。风暴不是结束，而是重新启程的信号。某个清晨，杨咩咩发来一条短信，我看了你的新采访，你笑得很好。他看了许久，回复，谢谢你没放弃我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爱不是没有误会，而是在误会后依然愿意相信。信任是最柔软的力量，也是最坚强的支撑。生活也如此，跌倒、怀疑、质问，最后依旧选择善意，那就是温柔的意义。1年后，风波已散，新的作品上映，他再次站在舞台中央，灯光洒在他脸上，掌声如潮。他拿起话筒，声音温柔而坚定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理解、包容与等待。每一次误解，每一场风暴，都是成长的礼物。他深深鞠躬，掌声如海浪般回荡。他抬头，眼中闪着泪光与笑意。那一刻，他知道自己重生了。如果你也曾被误解、被质疑、被迫解释，请记住，不是所有人都会懂你，但真相终会发光。不要害怕被曲解，因为风暴终将过去，而你的光会照亮自己的人生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，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让更多人看到，在这个喧嚣的世界，温柔与信任依然有力量。